妈，我出去一趟。马上吃饭了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要去报案，我去告那个畜生。啊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哎，幸福，闹婚这种事儿，在村里根本就不叫事儿。你说宣扬出去，只能让人把话说得更难听。妈，您看看星云为这个事儿受多大伤害。我看他人都不想活了，大白天的睡觉，这要再拖个几天，我真怕他有什么三长两短的，我得去告他。哎，幸福，你听妈跟你说，你冷静点啊。妈跟你说，幸运受欺负，妈也心疼，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。你说你要为了这个事儿，把万家庄闹翻了天，妈就担心你这日子也过不下去啊！啊，听妈话，今天是你回门的日子，咱们好好吃顿饭，先不提这事儿了。庆来，吃饭啦。哎，庆来呢？咋回事啊？怎么又不接电话？算了，不管他了，咱先吃吧。妈，我给你盛汤。你这一回来就一脑门子扎到你妹屋了，我这光顾着做饭也没顾上招呼他，这肯定是觉得自己被怠慢了呗。这回自己家又不是回别人家，他还真当自己是客呀。我妹的事儿，他也不上心。也是怪我，光顾着做饭了。我这几天呀，也是让你妹的事儿闹得心里七上八下的。什么叫我弄的呀？现在是在怪我吗？不怪你，妈就说这事儿，不怪你啊。吃吧，先吃饭，先吃饭。他才吃几口就不吃了。本来想着我跟你妈给外书记磕个头，赔个罪，这事就过去了。可是你嫂子非要多事儿，你说她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哎呀，爸，我觉得这事儿嫂子没有错，这事本身就是传家哥有错在先嘛。你懂个屁你！整天就知道念书，把脑子念傻了你。一家人地里跑，嘴里省的，供你上研究生，有啥用？有本事你把你妹的工资找回来。你干啥去？我叫传家哥说着去。你还真去啊你？人家是集团领导，你算老几呀？妈当初答应这门婚事啊，就是看着庆来憨厚老实又勤恳，你嫁过去挨不了欺负。没想到这孩子气性这么大。有气性，没血性啊！我姐就不应该嫁给他。别胡说，那是你姐夫。我说错了吗？姐夫，他要真是我姐夫的话，他能在那儿装听不见吗？我那天喊的那么大声，我姐在屋里都听见了，她在那儿装聋。景韵，今天是你姐回门的日子，咱能不能高高兴兴的吃顿饭，不提这事儿了？懂点事儿啊！我懂不了事儿。哎，心月，他现在啥话都不能听。
有些事儿还是得靠他自己慢慢想明白。你这几天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啊？他们欺负你了没？他们哪能欺负我呀？我是何幸福，可不能受欺负。哥，你怎么自己来了？嫂子呢？你别管了。不是，嫂子电话你怎么挂了？你见着传家了吗？门卫说传家哥不在。你们俩在这儿干嘛呀？传家哥，我们那个找你说点事儿。咱们有什么可说的呀？不就是你结婚的事儿吗？啊，你媳妇儿愿意告我就告，我等着呢。传家哥，不是这个事儿，是我家小妹的事儿。秀玉，秀玉怎么了？我嫂子得罪你了，你不开心，这我理解。但是你有什么事情，你可以冲我哥，冲我嫂子，你冲我来都行。你欺负一个小姑娘，这不合适啊！你脑子有毛病吧？我欺负秀玉，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你干嘛要那个开除他呢？谁呀？我开除秀玉啊？啊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？我小妹已经哭了半天了，说雪梅跟她说的，不用来公司上班了。行，这事儿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回公司就问问。你们先回去吧，等我信儿。喂，以后摩托车不许停门口啊！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合作方来电说，他们已经拿到保健品书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不能来啊，找你有事儿呗。你接着说。张总说他们正在起草合同，等合同做好后，我会先发给我们看看。哦，这事儿那个万董事长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万总说别光等着人家拿合同，让您先出个合作方案给他，他好心里有数。行，放下吧。你去把那个雪梅给我叫过来。好的。说吧，来找我干什么？咱们卫生院想进一台 CT 设备，院长让我来跟你说说。你们院长是真会使唤人。什么设备 ？CT 设备能发现早期癌症的那种，县医院都没有呢。需要多少钱啊？可能要100万左右吧。回头再说吧。别回头再说呀，来就是为这事儿找。小万怎么着啊？问你个事儿啊。秀玉是你给开除的？我让他开的。什么？你让他开的？凭什么呀？王家媳妇儿都把你砸成那样了，你还养着他们家丫头，我咽不下这口气啊！这种事你都敢自己做主啊？你没事吧你？你说开谁就开谁啊？立刻马上通知秀玉回来上班。好的。你打我！你为了那丫头，你居然打我！你是不是跟他有一腿？你脑子有病吧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！在你心里，我是不是跟谁都有一腿？公司人事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敢插手啊？你让我的脸往哪搁？你让老万的脸往哪搁？打疼了？要是打疼了，就长点心，记住。那什么，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什么设备，回头准备一份资料，到家里慢慢跟我说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从今往后别到集团来了。
你这个死倔头啊！听我的话，去把幸福给我接回来。我不去，说不去就不去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你不去，我真打你了你！我不去。就他有妹，我没妹吗？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呢你？哎呀，爸，是不是你把他气走的？你别逼大哥了，那嫂子自己不愿意回来的。你是帮大哥还是害大哥呀？大哥刚把你妹找回来，你没良心。把幸福给我接回来。我当然是帮他了。啊！你追不到我。我追不到你，你以为你长大我打不了你？你别去，把徐长生是在打我打你以为我？哎呀哎呀！哎呦！不是干嘛呢？你这是啊？驱鬼呢？踏实啊！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来来来，坐。秋月，赶快倒水去，别杵在这儿，一点眼力价都没有。哦，坐。哎，桂枝，快！哎，他婶儿来了。哎呦，你坐。哎呦，嫂子贵客呀！哎呦，你来的正好哎，大婶子，你可牵的线啊，把2头巨驴牵到一个槽子里去，你说咋办？怎么了这是啊？哎，今天不是回门的大日子吗？小两口一早起来就走了，后来因为秀玉的事儿，他不急着回来嘛。这俩孩子3句2句没说清楚，就顶起牛来了，让庆来接他去，不去。庆来说不能惯着他，让他自己坐车回来。这现在媳妇儿又赌上气了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你说这回门他不回来了，传出去不让人笑掉大牙哎。我估摸着，还是为了幸福妹子的事儿。这回了娘家，不能少说了这事儿。对，指定是为这事儿。就是为这事儿啊！按说他妹子在万家庄受了委屈，回到家里大人是不高兴，对吧？但是你话说回来，这也不是我家的错呀。哎，他婶子，我寻思着呢，不让庆来去接他也挺好的。他笨嘴笨舌的，你知道，刚过上日子就压他一头，那往后咋降得住啊？是不是？哎，踏实啊，你看，庆来这门婚事啊，是你当的月老，那还得麻烦你再跑一趟，到幸福娘家去，帮我们说和。你看看你们俩，我这板凳还没坐热乎呢，这是又给我派活儿。谁让咱们是自己人呢？你就辛苦跑一趟，等事儿成了，我让他爸再给你拎只大猪头。拿人家的手短，谁让我吃了你们家猪头呢？不过今天天有点晚了，明天早上天亮，我过去说试试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辛苦。我不是说了吗？真的没事儿。什么叫真的没事啊？电话里我都听到了，他们到底怎么你了？他们没有怎么我，他们，这就是我们这儿一个习俗，就是闹婚而已，什么都没有。大勋，没有？那你当时还喊救命，还骂人家流氓，我都听到了。我可以肯定，不像是闹着玩的。真的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不要再说这件事了，好吗？不说这个，我们就没有别的可以说了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揪着这件事儿不放呢？这事儿我们就别提了吧。为什么不能提啊？我就是好奇，想知道你们乡下人闹婚到底怎么个闹法。真的什么都没有，大勋。景爷，我这几天也问了你，他们告诉我说乡下闹婚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你是我女朋友，我有权利知道。我就是想知道他们究竟对你做了什么，我不该知道吗？他们没有对我做什么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你到底还想知道什么呀？我就想知道他们到底摸你哪儿了？为什么单单闹你，那没有闹别人啊？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没有闹别人，他闹了我。我也想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你要一直逼问我呢，大勋？那你告诉我好吧。我没有做什么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说呀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不想这样。他们没有怎么样。你不说是吧？行。大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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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。
幸福啊。妈，我觉得幸运这样下去可不行，他现在还在那屋打电话嗷嗷哭呢。这以后日子可咋过呀？你还是想想你的日子怎么过吧。我能咋过呀？我该咋过咋过呗。主要还是他。等熬过这段时间吧，慢慢就好了。你是怎么打算的？你明天回不回去啊？回去。就回去。那行，回去之后好好跟人家说啊。不行。我还是觉得得让青来八抬大轿把你请回去，否则的话，你就在家踏踏实实的住着。妈，您都把我弄糊涂了。您刚才让我回去好好过日子，现在又不让我回去了。我不回去，我咋好好过日子啊？你不懂，这是人家给你立威呢。青来没这心眼儿。青来是没这心眼儿，但是他妈不见得没有啊。你要是这次就这么上赶着回去了，你这辈子在他们家都抬不起头来。以后要遇到什么事儿，那你肯定争不过人家。一起过日子有啥好争的？哎呦啊，我的傻闺女呀，你嫁过去了，就跟在咱们家不一样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人家都把你当外人。你要不趁着现在把这个威立住了，长点心眼儿，拿出庆来，那以后遇到什么事儿，你就真没办法了。好了，听妈的，我帮你收拾收拾床，先睡觉啊。妹子，在家呢。哎呦，大婶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路过来看看你。哎，快进屋，快进屋，快来！哎，来，快坐下。哎，你也坐啊，坐吧，我给你倒杯水啊。哎呀，你说我呀，往你们家跑的这个勤呐，知道的是我给你们家说了一门亲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又瞄上你二闺女了呢。哎呦，你可别说我二闺女了。你这今天来呀，还能看见他人，你要是明天再过来，说不准看见的就是尸首了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哎，你不是在场吗？这么大事你能不知道啊？大婶子，我也不是怪你啊。你说了这么多年的亲，你听说过大伯哥闹小叔子婚的吗？没有吧？这大伯哥闹小叔子，那就不是闹婚，那是耍流氓。那一院子的人呀，那眼都瞎了，这是装看不见呢。有这么干的吗？他们？我这二闺女是大学生，脸皮子薄，回来这不就要死要活的？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哎呀，妹子，这事儿啊，我先给你道个歉啊。哎呀，你说怎么就那么寸？那天呐，我真是累坏了，那酒啊又喝得急了点儿，醉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说我这前脚刚走，后脚就出事儿了。要我说呀，就这事儿啊，别管他是谁，咱们占理儿，不给个说法啊，坚决不能回去。说得对，我们现在啊，就是想要这个说法，在理儿。可幸福把书记儿子脑袋砸破了，满脸的血呀，缝了好多针呢，听说现在头还疼呢。他把人给砸了啊？没听说呀？没说呀？没听他说呀？
那肯定是怕你知道啊，担心。书记说了，这2条带儿子去大城市的医院去查一查呢。人家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还是万家集团的总经理，金贵不金贵？这真要给打坏了，查出什么毛病来呀，人家还要告幸福呢。他们还要告幸福啊？这幸福出手那么重啊？可不是嘛！我呀，刚从万家庄过来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啊，那庆来和他妈这2天因为这事儿啊，天天上那卫生院门口和书记家门口去站着去。但凡能抽出身子来啊，你说能让我一个人过来看幸福吗？你说怎么这么没轻没重的？你说这孩子，哎呦喂！他婶子，哎，要不然咱们就这么着，幸运这事儿呢，我就不跟他们计较了，啊。你说我家也没个男人，你回去就好好帮着给说和说和。哎呀，好说好说，咱俩都多少年老姐们了，这还是个事儿吗？说的就是呢。那这么着啊，我现在就去做饭，吃过饭你就带着幸福回去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！好好好。婶子，你没事可别吓唬我妈，我是砸了传家的头，可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啊。幸福啊，别嫌婶子说话不中听。是，传家摸了你妹子，是他不对。不过，你不也把他脑袋砸破了吗？那是我妹，我亲妹被人欺负了，我能袖手旁观吗？你有没有想过呀？这件事儿从头到尾，你说那老王家有什么错啊？啊？因为你这事儿，这2个老的天天去给书家磕头认错，你说这老2口他容易吗？哎，他们干嘛要去给书记认错呢？哎呀，行，这事儿咱都不说了，就说新媳妇回门这事儿啊，老规矩，回门当天必须回婆家，这事儿你知道吧？啊，你说几十年的老规矩，这说破就给破了，让婆家在村子里都留下画饼了，这事儿你没有错啊？这也赖我呀！我昨天是要回去的，这庆来招呼都没打一声，他自己就先走了。对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给他打了多少电话呀，他不接。你去问他，我给他打了多少电话。最后可好，干脆手机就关机了。那这不就是不想让我回去吗？那我还舔着脸回去干嘛？我好意思吗？就是庆来不对。婶子，你回去你跟他说，他要是还想要我这个媳妇儿，就让他自己过来接。不然的话，也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说。你就跟他说，他一个大男人，跟老婆小肚鸡肠的使性子，这不算本事。他要是真有本事，就去找传家给我们要个说法回来。到时候不用他请，我自己回。都谁在家呢？给我整碗水。这半天跑的腿都跑断了。哎呦，来，正好喝我这个，喝这个，来，这气。哎呦，累坏了，这还惹了一肚子气，还。哟，咋了？他不回来了？嫂子，我眼拙啊，给你们家牵了头倔驴了。回头我把那猪头啊给你们家还回来。这门亲事啊，算我说瞎了。你看你，婶子，他怎么说的嘛？庆来呀，你是个男人，有个男人样啊，别跟女人一般见识。你就低个头服个软，把老婆接回来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？那凭什么呀？哥，不能惯着，惯出毛病了都。哎呀，哪儿都有你大人说话。哎，那2只鸡跑出来，你2个快吃。
把他逮回来，快去！去，赶快去！你俩弄进去，快去，赶紧出去！幸福咋说？幸福说了，说啥？幸福说了，要想还要他这个媳妇儿啊，就让庆来八抬大轿去抬去，要不的就在娘家住下了，让庆来看着办。对了，还说了，庆来要是个男人，就去找船家给他妹子讨个说法，讨来了呢，就不用八抬大轿抬了，他自己麻溜就回来了。这是原话。八抬大轿抬他啊，还要给他妹子讨说法，是真反了他了，真是。真像我年轻时候的性子，这要一叫就回来，还怪了呢。大婶子，你听我的啊。能行吗？咋不行？能行。行，我试试。村民们，今年村里上一季度的村务汇报和财务报表已经在公示栏里贴出来了，大家这2、5贴着不是发了吗？啊，对，没错，是发了。我啥事？啊，关于咱们这个保健民长选址的这个事儿啊，我跟财良和几位村干部也讨论过几次，一直拿不定主意。后来我就想，原来咱们这个采石头的时候，当然当时也不懂环保这方面的事儿。就弄得乱七八糟的，这个我也想找绿化公司给绿化，问了一下，绿化得几百万。但我后来想，假如啊，咱们把这会要开多长时间呢？选址就还放在那儿，开一会儿，你在外面等一下，能够省着绿化费，说一下废地呢，好的，既能省着绿化费了，那还能废地能够生钱，是一举几得的事情。你们也大家琢磨谈谈意见，看看可不可行。这挺好，可以，是吧？挺好。最好咱们再抽个时间，到这个实地去考察一下子。要去别光咱们去了，我也联系几个专业的技术人员，到时候看看啊。对，船家这也说到点儿上了。是。哎，船家，你预算都出来了吧？啊，我这就回集团再落实一下。好，那这事儿都定了，然后得好好测算一下，写个报告给我啊。行，好嘞。哎，万书记，你等我呢？啊！哎呦，我说大婶儿，我们船家这是早都结婚了，船北也在城里，没有用得着你这地方了。哎呀，万书记，看你这话说的，那船家那亲不也是我给你说成的吗？你说什么事？我呀，是为王家的事儿来的，这不，因为闹婚的事儿啊。王家的媳妇儿回了门就不肯回来了。那这是他老王家家教不严呢，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我儿子就为这个事儿去凑了个热闹，结果让他们家人打得头破血流的，我也没说什么呀。哎呀，谁说不是呢？王家呀也知道自己家媳妇儿闯下大祸了，这不，一家人商量了好几天，定了，这个媳妇儿啊，他们家不要了。不要了？这样的女人呐，不要就对了，进到家里也是个祸害。庆来他妈呀，打发庆来去找他，要去镇上闹离婚呢。巧了，让我给撞上了。哎呀，我说这事儿你们不能这么干呐！你说你这不声不响的把婚就离了，别人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是闹婚的事造成的呢，是吧？你压根儿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吧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无论如何呀，得知会你一声，对吧？庆来他爸妈呀，没有脸来见你，知道我脸皮厚，就把我打发来了。我呀，就得好人做到底，送佛到西天。我领庆来去找幸福去，去镇上离婚去，啊！哎呀，要说这事儿啊，你也不用劝，劝也劝不住。你不是总说吗？有家才有村，家兴村才兴。就冲这媳妇儿也不能留。你说这要是进了门啊，是不是得把这一家搅得鸡犬不宁的？哎呀，说句不好听的，把咱万家庄搅得鸡犬不宁，那也说不定。那村里人是不是得有样学样啊？今天这家闹离婚，明天那家两口子打架。你说你好不容易把这万家庄是治理得和清海晏的，
让个小媳妇儿给搅和了，你说这犯不上犯不上啊？啊！老话说得好啊，男不和女斗，鸡不和狗斗。你听我的，你这么大岁数，你犯不着和一个小媳妇斗气，是不是？我来呢，知会你一声，我回去呢给王家回个话啊。这老两口还在犹豫呢，我回去跟他们说，不要犹豫了，书记同意了，这婚必须得离，是吧？大婶啊，哎呀，人都长这一张嘴，要不怎么说你这张嘴能挣着钱呢？有道理。我管理万家庄，讲究的是家文化。他老王家能够意识到这一点，很好。家和万事兴嘛。娶进门来一个不守规矩的媳妇儿，想休了，用不着我这个当书记的开证明吧？不是想离婚吗？那就离呀。结婚自由，离婚也自由。我管天管地，管不着人家休媳妇儿。你回去告诉老王家，想结想离，这是他们家的私事，村委会管不着，我也没这个闲工夫。万书记啊，哎呦，啥？我可是全按照你教我的那么说的呀。那你看，书记没上套，你这倒好，弄假成真了还。你说你这婆娘就是能不够，净出这馊主意。现在要是不离吧，你不糊弄领导吗？那要是离了呢？那我们家彩礼怎么办呢？还有，办婚礼的开销，这不全打水漂了吗？婚床还没捂热呢就离婚，你这将来还怎么做人呢？这不成了笑话了吗？你让孩子的话成不成心了？你说不对呀，那万书记大会小会不都说家和万事兴，家和万事兴吗？啊，那村上好几对要离婚的，不都让他和好了吗？那咋到我家的？哎，大婶子，要不然那个再劳烦你跑一趟，你跟我家那不懂事的媳妇说一下，你说他要是再不回来，那我家不想离，那也得离了。可是啊，喂，大勋，你这些天干嘛呢？怎么都不理我，怎么都不接我电话？你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啊？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是幸运吧？我是大勋的妈妈。阿姨，大勋呢？姑娘，有些话大勋说不出口。我帮他说，你是个很优秀的孩子，但是你跟他不合适的，不如趁现在就早点分开，互相都别耽误。阿姨，大勋在哪儿？让他亲口跟我说。大勋来嘛，那也是这些话呀。姑娘，有些话我们不说破，那是给你留面子。面子？我要什么面子呀，阿姨？我现在已经没有脸了，我不想要这些，你就告诉我为什么？你真的不懂吗？那你的事情啊，我们都知道了。你知道的，我们家亲戚朋友很多的，那身份也都不大一样。要是以后这个事情传出去的话，那我们在亲戚当中不好做人的呀。你跟大勋啊，就到此为止吧。这辣椒有点呛啊，今天。来，师傅，把这个拿。新月，吃饭了。
星月，咋又喝上了？姐知道你难受，但你老这么喝酒糟践自己，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别哭了，哎呀，别哭了，啊！大学不要我。为啥？我电话里听到了我被那帮混蛋，他觉得丢脸。啥？你被人欺负了，他还这么想啊？他觉得我被人摸了，他觉得我脏了。就你知道那一刻我什么感觉吗？我就像一把刀插在了我心上。在这件事之前，我们两个真的很好。他还跟我说过，他会带我去见他父母，他会跟我结婚，他会永远跟我在一起。他让他妈妈给我打电话，他妈跟我说，他们家的亲戚有很多，他不想让他们丢脸。你知道吗？那一刻我突然间觉得，不管我怎么努力，不管我怎么优秀，在他们眼里我都是低他们一等的，我们不平等，你知道吗？姐供你读大学，可不是让你这么想的。他们出生就是天上的凤凰，跟我呢，他们越是瞧不起咱们，咱们越要好好活着。星月，我都可以被一个村书记的儿子随意侮辱，他们对我一点歉意都没有，我算什么呀？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来了，婶子，你来了，那进来说吧。啊，啥意思？就这意思。幸福啊，你就听婶儿一句话吧，妈溜跟婶儿回去啊。有什么事儿啊，回到他们家再说。你要真不回去啊，我怕这婚呐真要离了。那这么说，他家就不想要我这个媳妇儿了呗？不是他们家不想要了，是人家不敢要了。他婶子，哎，你说咱姐妹这交情，那是亲姐妹的交情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是。你跟我撂句实话，他们家是真动了离婚的心思了，还是跟我耍心眼子呢？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，王家呀，因为你们家幸运的事儿啊，彻底把书记给得罪了。这回啊，是真动了离婚的念头了。